其实这个戒指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个戒指是 Tiffany 的，然后是我第一份就是在 Tiffany 的正职第一份薪水买给自己的一个小礼物。嗨，大家好，我是 Nancy。我现在人呢，在我的更衣室里面。那我其实之前就已经跟大家开箱过我的更衣间，但是呢，有一个小小的天地，我还没有仔细的跟大家分享。那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饰品收藏，然后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饰品的品牌，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的一些饰品们。那首先呢，就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的更衣间，其实之前就已经分享过了。然后呢，在我的就是上下杆中间呢，其实都有设计这个抽屉的部分。然后这个抽屉其实有非常多个，这边有3个，这边也有3个，然后呢这边还有1个，所以我总共有7个抽屉，所以其实还没有装完。那我最主要的饰品们都是放在这边这3个抽屉，然后也是我最常用的。我自己当初就是在装潢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台面就是弄透明的，因为这样子我就是可以一目了然，我只要找什么就会很好找。最主要是因为我的衣服还没有挂满，我现在把衣服后面都比较集中在后面，所以我这边就是还没有挂，所以我才可以看得到饰品。但是如果挂满了之后，我就是变成必须抽屉打开才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自己在收纳我都会去找这种格子很小的这种容器来装，因为我的耳环什么非常非常的多。那你有看到就是这个盒子，你知道为什么上面会有这个什么活水木金土？这个其实是我在大创买的，然后这个好像是用来当药盒子。那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大小啊，一格一格非常适合拿来装耳环，所以我就把它原本上面有一个那个塑胶的盖子把它拆掉，然后就直接用来收纳耳环。像我自己就是会尽量就是把手边的盒子可以用就拿来用，像这边的这些盒子啊，就都是可能是我买其他的小物给的盒子，或者是像这个好像是保养品的一个外面的塑胶盒，然后因为质感很好，我就把它拿来放手表。基本上我的饰品们都比较多数都是平价，就是用来搭配衣服用的。后面这边呢，就是有一些项链们，然后这些项链也都是比较平价的，就是不是很贵的那种项链，就是几百块，然后可能顶多1000多块这样子，就是也是一样，就是用来搭配用的。这一区就是耳环太大，没有办法塞进去这种小格子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这，然后大部分都是会是这种圈圈的耳环居多，有一些是那种比较浮夸系列的也会放在这。后面这一区呢，就是再更浮夸的一些华丽款的，所以我大概就是有把它分开，就是说比如说这边就是都是这种比较奇花的路线的耳环就放在后面，所以这样我就要找的时候会比较方便。然后这一边呢，就算是轻珠宝类的饰品们。那所谓轻珠宝类，就是可能是一些有品牌的啊，像这是 APM Monaco， 然后这是 Chanel 的，然后还有一些是轻珠宝类。所谓轻珠宝类，就是它可能就是真的金、真的钻，可是没有说到很贵的那些，我就会把它放在这边这样子。然后旁边这个就是比较我算蛮常戴，但是比较平价的手表放在这。这个就是 Daniel Wellington 的手表，然后这一个是 D1 Manalo， 我很常戴，这是一个很平价的品牌。可能出国就是不想要戴太贵这种手表，我就会戴这个，因为万一搞丢了就也无所谓这样子。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就是有品牌的手环啊。我就会就是把它分开的收纳在这里。那这边呢，我就挑选几个，就是我自己个人就是觉得非常推荐给大家的饰品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是我很常戴的这个项链，这个是 APM Monaco 金色的 Initial 的链子。这个项链真的出场率非常高，因为它本身是长的链子嘛，所以说其实你搭配比较素的 T 恤啊，或者是秋冬的时候搭配毛衣什么都非常的好看。它的好处呢是它的链子它可以直接调整长度，所以你只要这样子一拉，可以变成短链这样戴，所以它的出场率非常高。这一条项链也是我很喜欢的，这个是我在 Shopbop 上面买的品牌，我会把它放在旁边。那它这个是14K 金，配上它是真的钻石。其实像这种轻珠宝啊，老实说它没有很值钱，因为我买大概也是可能差不多1万多块台币吧。
这个马鞍的设计其实就是我觉得蛮经典的一个设计，但是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它里面的钻石是方形切割的钻石，就我觉得它还蛮特别的。那另外就是同样一个品牌，我其实买了蛮多条，这一条它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那种很像那个叫什么 dog tag， 就是那种牌子的设计，然后我觉得它虽然很小，可是其实戴上去之后还蛮多人询问。钻石虽然小小，但是还蛮亮的，然后我觉得戴起来就是很秀雅，然后就是又有一个闪亮度在这样子。然后我要顺便讲一下，就是我很喜欢这个牌子的其中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的链子，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链子是比一般的项链的链子还来得细很多，给大家比较一下，像这条是 Christian Dior 的，就是它的链子比一般的链子细很多，那它的好处就是你戴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链子会变得有点隐形的感觉，就是它特别特别的细致，所以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感觉的。然后同样一个品牌，我还买了另外一个锁骨链，就是刚好会落在你的锁骨这边，就是这种细细很精致的那种钻石，你可以把它跟其他项链搭配一起戴，然后会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个人也是拥有了非常非常久的是这个 Tiffany 的那个长链。其实我这几年都比较常戴金色的链子，所以银色的饰品我稍微比较少戴一点，但是这一条也是我觉得搭配性极高。如果喜欢银饰的女孩，我还蛮推荐 Tiffany 的这个牌子的长链，就是非常非常的好搭配。再来就是我很常戴的这一条 Cartier 的项链，这条好像是2年前的母亲节 Mike 送给我的，所以它就是一个蛮有纪念价值的一条项链。那它是 18K 的玫瑰金，然后配一个小小的钻石。那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买它的品牌啦，就是它钻石很小，然后它的金也没有到这么值钱，它值钱的就是它的品牌，但是它的样子我很喜欢，所以呢，这个也是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一个珠宝。好，然后呢，再来我们到隔壁。隔壁呢，我就是台面上放了一盘这个，你知道，就这个就很像你去外面逛夜市或什么的会看到的人家那种摊贩的盘子。它叫盘子嘛，就是收纳盒啦。然后这个是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淘宝上面买的，所以其实应该蛮好找的，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找。那我旁边这边就是放一些我很少在戴的项链，像这边呢就是一些比较装饰性的戒指，我就会放在这里。然后像这个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因为它就是长得很像是 engagement ring， 但是它就是一个假钻石，就这个可能就是几百块而已，然后它长得蛮秀气的。这种啊，就是我通常就是出国的时候，我就不会戴我自己真正的钻戒，我就会戴一个这种假钻戒，就万一搞丢了，或是你知道，就是被偷被抢都无所谓这样子。这边我就是随便戴几个给大家看一下，反正就是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那种手上就要戴很多戒指嘛，所以我那时候就买了很多，然后这些就是都是很平价，就是几百块的那种，想到的时候可以搭配的用。隔壁这一层呢拉开来，这一层就是比较精彩一点点。因为我很久以前其实在 Tiffany 工作嘛，所以呢，其实我这里本身有非常非常多的 Tiffany 的饰品们。那这边这些饰品们都是银饰类，所以我其实很久没戴了，我近年都比较喜欢金色的饰品，所以这些我就是都会把它放在他们的袋子里面，就是好好的收好，蛮多的。你看，我到时候会就是拍几个我比较喜欢的给大家看一下。那我要说一下，就我这边呢，一样就是我用的收纳都是能够尽量是手边有的就拿来用。这一个木盒子我不知道是哪来的，多年前可能是有喜饼还是什么之类的嘛，我不太记得。但是因为它就是这样一格一格，我就觉得它拿来放就是这种手环什么蛮方便的。然后其实像这种这么夸张的手环，我也很久没戴了，有一阵子蛮流行的，所以我这边就有很多，就这些就是平价的。我就想说，有朝一日如果又再流行，我还可以再拿回来戴。这2个手环
非常的夸张的。这个是很久以前 H&M 跟好像是德国 Vogue 的主编的联名款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当时很难抢，所以我就买了。但是其实买了我也没戴过，只是因为它也不便宜，所以我就把它放着这样子。然后呢，这边这个就是真的应该是喜饼盒，它是一个纸的盒子，然后只是因为它刚好分成3层，我就觉得很方便。然后里面这边就是一些我很久没戴的，怎么讲，就是入门款的手表们。就是可能会有，比如说像这种 Burberry 的手表啊 ，Giorgio Armani 的手表啦，就是这我都超久没戴，怎么对坏掉了？对，它怎么另外一半不见了？对，就我都很久没戴了。然后这个就是 Seiko 的手表，就是这些就是小时候买的手表啦，到现在就是也没必要把它丢掉，但是就是没再戴。像这个就是很浮夸的 Dolce & Gabbana 的，我也是应该有个10几年没有戴了吧。反正就是把它放在这里，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些小的这些戒指啊，塞不进去，刚刚那个缝太窄，塞不进去就放这，然后还有一些手链，从这边开始这几个就是比较贵一些些的，然后我这边这3个盘子。就是下面的玻璃盘，这3个都是 Cartier 的，然后这个都是他们之前送给我的礼物，然后我就把它拿来收藏我很重要的珠宝还有手表们。这只呢是我之前去日本买的 Cartier 的手表，然后我好多只 Cartier，因为我很喜欢 Cartier 的手表，这个也是 Cartier 的古董表，这只就是我很常戴的，也是 Cartier 比较休闲的表款。这个是 Tiffany 的手表，这个好久好久，就是我前10几年前在 Tiffany 工作的时候买的。这里还有一只 Hermes 的，就是也是比较休闲的表款。然后这只是浪琴的，反正我就是会搭配嘛。如果今天都是戴金色饰品，就配金色的表；银色饰品就配银色的表。然后呢，旁边这2个。小的呢，我就是放一些有品牌但没有很贵的戒指，像这个是 APM Monaco 的戒指，然后这个也是 APM Monaco 的，就是我自己还蛮喜欢他们的饰品。还有这一款也是 APM Monaco 的，对，就他们的戒指大概就是5000以内吧。对，这里还有也是 APM Monaco 的耳环，上面有我的 initial， 这边有一个 Chanel 的耳环，对，这个就大概是1万块左右吧。对，然后还有这个戒指，其实这个戒指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个戒指是 Tiffany 的，然后是我第一份正职工作，就是在 Tiffany 的正职第一份薪水买给自己的一个小礼物，所以它对我蛮有意义的。对，非常喜欢这个戒指。这边呢就是大耳环，这是 Ferragamo 的大耳环，然后 Ferragamo 的小耳环，对，就是放了几副耳环在这。然后这边呢，算是我就是比较贵一点点的戒指们，像这个戒指啊，还有这边钻石项链，都是我公公送给我的。这边是这个是 Tiffany 的，这个也是 Tiffany 的，然后这个好像是我妈妈我结婚的时候送给我的一个戒指。另外这2个戒指呢，是我生 Tristan 的时候的 push gift， 然后这里也有2对钻石耳环。那这边这一对呢，也是我公公送给我的，结婚的时候送给我的。然后这个是 Tiffany 的小小的钻石耳环。OK， 好，那以上这些呢，就是我的饰品收藏们，应该是说，就是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宝贝，应该大家都还蛮常看到我会带他们的啦。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我的饰品收藏们。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然后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赶快帮我冲到20万 please！ 我20万呢，我会来办一个小小的活动，然后送一些很厉害的东西给大家，所以大家快点帮我冲一下订阅数。OK， 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咯，下次见，拜拜。